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联储官员对何时开始降息以及降息幅度看法不一，一些人预计今年降息1次，一些人预计2次，还有一些人预计不降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甚至认为有15%到25%的可能性美联储下次加息。接下来这条，华尔街围绕私募信贷兴起展开激烈争论，一些高管认为私募信贷增长会让监管银行体系之外的风险得不到监测，另一些高管则认为私募信贷基金没有存款挤兑风险，也不依赖短期资金，为投资人创造更多机会，让体系更安全更有弹性。让我们关注特朗普缩小了竞选搭档人选范围，顶级候选人的商界关系有助于他们在名单上更胜一筹，他们还帮助特朗普自己寻找新的金主。其中2个主要例子是俄亥俄州参议员 J.D. 万斯和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他们和特朗普一样，在私营部门的职业生涯比从政时间更长。随着他们为特朗普团队分别与硅谷和能源行业之间搭建桥梁，他们的机会也增加了。在特朗普看来，私营部门经验似乎本身也是一个优势，他长期以来一直青睐首席执行官。下面这条，派拉蒙环球与 Skydance Media 的合并谈判破裂，未来发展受质疑。分析师认为，法律风险和股东利益冲突是促成这一决定的主要因素。让我们关注，苹果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 Apple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平台，但只有 iPhone 15 Pro 系列机型才能使用该平台，因为它们具有处理人工智能所需的强大处理器。此举旨在推动用户升级到最新机型，以利用苹果的人工智能功能。让我们关注头脑奇航2强势首映，创下票房纪录，为好莱坞夏季电影注入活力。该片成为皮克斯历史上第2大首映周末，也是动画片历史上第2大首映周末，仅次于2018年的《超能陆战队2》。其全球首映周末票房高达 2.95 亿美元，为皮克斯带来急需的回归佳绩，也为整个好莱坞生态系统和影院放映带来提振。接下来，全球供应链因新冠疫情、地缘冲突和各国大选等因素面临重重挑战，供应链中断已成为新常态。公司应调整策略，深挖风险，重视安全和成本控制。下一条，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主席卡什卡里认为，美联储今年将降息1次，预计在12月进行。接下来这条，阿迪达斯接到举报，称中国高管涉嫌贪污数百万欧元并受贿，公司已对此展开调查，但未暂停任何被指控人员的职务。接下来这条，尽管全球呼吁减少美元投资，但美国自疫情以来吸引了几乎1/3的跨境投资，美元份额上升，因高利率和投资激励措施吸引了海外投资者，减少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份额。接下来，埃弗科尔研究所预测，标普500指数将持续上涨，到2024年底涨幅将超过 10%， 达到6000点。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复苏、公司收益改善和美联储紧缩周期结束。下一条，美债市场强调数据的重要性，超过美联储言论。通胀数据好于预期导致国债上涨，而美联储预测今年仅降息1次，导致涨幅回落。周五，意外的生产者价格下降和失业救济申请增加，表明通胀压力继续缓解，导致国债收益率下降。下一条，米兰设计师在时装系列中含蓄表达了对全球动荡的担忧，普拉达试图传递乐观情绪，西蒙·克拉克的品牌设计师则将系列献给原则上的儿童受害者，认为不评论世界状况是不负责任的。接下来，私募基金 Advent International 和阿布扎比投资局旗下的子公司共同斥资最高30亿美元收购亿万富翁 Ken Fisher 旗下 Fisher Investments 的少数股权。最后为您播报的是，澳大利亚央行预计本周2将维持12年高点的基准利率，以抑制受极度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支撑的消费者价格。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